用一套简单赌狗，在1000分王者局让50块钱轻松吃鸡。来学这套简单易成、好上分的赌狗阵容。这期视频教会你当前版本的 T0阵容，少兼泽立，分享我对泽立这套阵容的独家理解。火花准备就绪。泽立阵容有哨兵与监察的2种搭法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套哨兵泽立。哨兵泽立推荐在有星夜或者哨兵转的情况下玩。星夜可以考虑在5级小地用4哨兵与2星泽立稳住质量，3阶段选秀后上6补出2狙神，立出多个3星，再考虑上人口补6哨兵。炼金的3星很重要，泽立需要炼金提供启动攻速来快速提升阳刀层数。雷欧娜得到加强，整体也并不弱。如果卡格子，在装备不多的情况下，可以优先考虑卖掉麦迪。第二套监察泽立就比较有意思了。如果是星夜开局的常规打法，和刚才讲的哨兵差不多，5级小地、6级大地，按照图里的阵容递出多个3星的监察义子，后续上人口开6监察或者野火。如果是其他的开局，例如投机、野火转，在连胜的情况下，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打法。在6级小地稳住节奏，在抽到5到6张泽立之后上7追3星的刀疤、大嘴以及盖伦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这套阵容需要大量的经济，除非连胜或者投机者，否则慎重选择。但同时，这套阵容的上限也最高。监察泽立最重要的是野火转，因为监察没有炼金提供的启动速度，4野火能为泽立提供爆发攻速，对泽立提升很大。而2、3野火对泽立基本无提升。泽立的出装推荐双启动、双阳刀最佳，因为有炼金或4野火的爆发攻速。如果找不到双阳刀，水银、投机、红、青羽都是不错的攻速装。泽立还需要搭配一件输出装，科技枪是断档强的，无尽则和杀人剑差不多。神器装备中，鱼骨头则是很强的神器。现在鱼骨头会提供大量的攻速，推荐再出一件输出装来快速秒杀对手的后排。在光明装里，光科技枪同样是数据断档的存在，其次是阳刀，再差则是巨杀或武镜。肉装需要分哨兵与监察2种情况，在优先满足破甲与重伤的情况下，如果是哨兵则补减伤和蓝亮装，如果是监察则补抗性装。OK， 我们来到对局分享环节，我们还是趁着实战聊一聊泽立这套阵容的一些细节。可以看到我们的起牌大概是一个青钢影的形状，有正义可以合，泽立的牌也不错，但我们这里一个阳刀的散剑都没有。如果去硬玩泽立的话，可能合不出很好的装备来。这里我们肯定先把极客给刷掉，我们并没有过渡极客的质量。在无法过渡的情况下，商店故障的强度也远远不如星夜。如果拿不是今天，就直接去走青钢影了。如果我们这里拿下不是今天，直接锁下青钢影阵容，大概率也要一直连败，直到3杠2再启动。我们还是选择拿下了星夜。这版本星夜很强，星夜既可以走螃蟹，又可以走泽立，两个都是当前版本绝对的 T0阵容，只要玩法正确，成型是一定有分的。实在不行，星夜还是可以去玩一玩哨兵列娜塔的，但是目前哨兵列娜塔被泽立和螃蟹双重克制，很容易中期一直连败，后面锁不住血。我们在2杠2遇到了这家星夜的同行，被他完美的断掉了我们的连败。或许这就是王者局的细节吧，对手每一步都在观察其他场面上的局势，尝试在当前局面下做出最优的判断。我们这里场上的牌基本都是我们要的牌，就连这个青钢影，如果他星夜突然发了一张2星青钢影，我们也有可能去完成一个星夜的青钢影。所以我们这里为了更多的保血以及可能的连胜，在不影响我们经济的情况下，我们上了场面上最强的质量。由于我们这里少输了一波，我们没法第一时间选秀，我在担心这家星夜的同行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冲泽立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局面就会比较被动了，因为外面已经有一家是螃蟹了。好在对面的散剑里同样没有阳刀的配件，估计是观察到我们这里有一张泽立了，所以去找了列娜塔的装备，准备去玩列娜塔。那我们就能顺利的拿下这张3块钱的弓了。既然对面把泽立阵容让给了我们，那我们也回馈他不上哨兵的义子。
我们这里跟他同时去玩哨兵，一定会产生挤兑，所以我们这里会多留下一些监察的牌，去走一个监察的则力。当然，在没有转的情况下，监察则力一定不如哨兵则力，因为哨兵则力里的炼金能够为则力提供启动攻速，同时哨兵也比监察更肉一些。因为有星夜的存在，我们现在一定是去玩则力了，所以希望野怪一定要把羊刀爆出来，否则我们就得在第2轮选秀里才可能找到羊刀了。这里运气很好，把羊刀给爆了出来，不过别的输出装倒是没爆多少。我们这里有1件羊刀就已经可以勉强打工了。如果是哨兵则力的话，我们需要停留在5级多地一点，因为哨兵则力里的3星炼金对我们阵容的提升很大。但如果是监察则力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在6级开地，因为监察则力的1星怪阿木木和诺手坦度都非常的低，我们还不如上6去追吸血鬼和范德尔的3星来得更肉一些。我们来到第2个海克斯，由于则力对于3件神装的要求比较高，所以这里潘多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们的血量比较低，拿4军突刺也不错，刚刚加强过。但这里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拿4军突刺是没法提升我们当前的战力的，很有可能反而就打不赢别人，拿不到这笔钱，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来。由于则力对于神装的要求比较大，所以我们拿下潘多拉，提前合出则力的3件神装来，提前进入强势期，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对于2费的赌狗阵容来说，3阶段的胜负关系至关重要。因为我们玩赌狗阵容基本上是一个5连败到6连败的开局，如果我们在3阶段打不出一个不错的连胜来，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血线过低，容错太少。这个时候不必太过在意利息的事情，只要我们有连胜和血量，我们就很容易一直拖到后面晚一点梭哈我们的3星。由于我们这里已经有潘多拉了，我们并没有选择这张弓，我们选择了更贵的位，同时拿这张位还能断外面一些4费阵容的节奏，防止他们通过位来打出一些小节奏来。这里猴子爆了光明重铸器，实际上光科技枪的胜率是比羊刀高出不少的，但这里我被列娜塔入了一波，我的血量稍微有些低了，我不想再被入血，所以这里还是合下了光阳刀来提升我们当前的质量。正常情况下，如果是玩监察的则力的话，是可以把麦迪换成大嘴的，但这里我们是星夜的则力，所以并没有选择把大嘴给换掉。外面的怪物有点多，我这个质量的则力居然还会输给一家用来过渡的阵容，我们迟迟没有递出来3星的义子，这里输了一波之后就有点小劣了。我们给则力的装备都变完了，这个时候反而爆了一堆物理输出装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奇妙。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潘多拉可以慢慢的变，我们这里最好出一个3星来，不然这波可能又要输。不过这个时候卡格子了，那无奈只能等下一回合再去递了。这里我们装备有限，在想着用全套再搞一个偷偷来，但这里装备不应该给范德尔的，因为他马上就要3了，大概率是我们的主坦，这里是一个小的失误。我们来到海克斯环节，这里狙神比较一般，能够提供前排坦度，并且能为则力提供爆发攻速的野火转肯定是最好的。在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只需要选择补充前排坦度的海克斯或者装备海克斯即可。则力有2个海克斯需要重点注意一下，
一个是过量治疗，能够让泽利的第三下普攻附带额外的伤害和治疗；还有一个就是狂暴到底，泽利的狂暴到底可以直接无脑拿，在多养一个大嘴的情况下，把多余的羊刀分给前排扛伤即可。这里我们的站位一坨稀碎，我们的主坦居然躲在角落里偷偷不扛伤害，这也导致我们间接的输掉了这一局。我们这把抽得很一般，只抽到了一个范德尔的3星和泽利的3星。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赶快上人口了，因为4野火帮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提升，同时高费也有像盖伦这样的优质监察牌等着我们去拿。因为有潘多拉的存在，选秀我们只拿贵的，不拿对的。同时这里我们上期刚好能用妖姬来小打一波攻，还蛮不错的。选秀我们尽可能拿泽利的伤害型异变，这里有4个异变需要重点注意：小我多多、千刀斩、泰坦打击、力量训练。这4个都是泽利能用的非常优质的输出型异变，否则我们可以考虑给前排的肉盾拿一个异变。我们目前需要尽快上8找出我们的4野火，4野火能够增加范德尔的坦度，同时为泽利提供非常急需的启动攻速。这里我们终于递到了4野火，对我们的战力是极大的提升。我们这里在8级除了第2星盖伦之外也没什么提升了。如果外面没有实力很强的选手，我们可以考虑存钱上9的事情了。选秀这里本来想给梅尔拿装备的，因为梅尔能够给前排套盾提供非常强的坦度，但这里没什么适合梅尔的装备，我们就拿下了星之钢给吸血鬼。我们一路连胜来到6-1，这个时候基本上只需要考虑一下泽利的站位，不要让泽利被蜘蛛这类英雄控制到即可。只要打一些略显笨重、出伤慢、前排后的阵容，在羊刀叠起来之后，泽利基本都能轻松取胜。如果泽利有千刀斩或者小我多多，那么单顶类型的像螃蟹这样的阵容也大概率不是泽利的对手。
我们这里采用高手对位法，挪得慢一点，先把泽力过去晃一下，再把泽力挪回来。但没想到对面在第3层，完全不吃我们的假晃。不过凭借我们本身的质量，还是顺利的赢下了这家老鼠。这期教学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，你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想看的教学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这一期的投币量如果超过300的话，我就加更一期优势泽力转大嘴的实战讲解。如果想要进行1对1的指导棋，也可以私信我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